今天我想查查搅屎棍这个词儿英文怎么说，结果出来的是 UK， 我当时就笑喷了。但是回过头来想想，还真是这么个理儿。今天我就和大家讲讲欧洲搅屎棍的故事。首先，英国是一个很会算计的国家，最大的特点是只做搅屎棍，绝不炸茅房。英国在欧洲世界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使其扮演了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角色。离岸具体来说就是英国与欧洲大陆本土有英吉利海峡阻挡。离岸的角色使得英国不必畏惧任何陆军强国，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，想踏入英国本土就要先击败英国的海军，而岛国天生就在海军发展占有优势。反过来，强大的海军就容易保护海外的殖民地，而海外的殖民地的繁荣又可以反哺海军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英吉利海峡特殊的护城墙作用，使得英国可以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。再说说平衡手，虽然英国有离岸的天生优势，但是英国相比欧洲实在是太小了，一旦欧洲统一就可能入侵英国，所以英国外交政策几百年来的核心就是联合欧洲大陆的老二，揍欧洲大陆的老大，绝对不允许欧洲大陆出现一个超级强权，因为英国需要一个一盘散沙的欧洲。一个松散的欧洲可以使英国更容易插手各种事务，英国的海军可以封锁各国的贸易港口，而松散的各国必然无力抵抗英国霸权。所以16世纪英国死磕西班牙人，搞成无敌舰队，因为那时候西班牙是老大。然后整个17、18世纪就是和法国打，特别是当法国的拿破仑崛起之后，英国就联合荷兰、普鲁士、奥地利和沙俄等国一同对抗拿破仑。英国人知道，一旦拿破仑统一了欧洲，英国弹丸之地绝对不是其对手啊。在拿破仑失败后，德国又崛起了，于是英国又和法国、沙俄联合，组成协约国集团，共同对抗德国。德国战败后，法国想要彻底削弱德国，对此英国就站出来反对，因为英国人不希望看到法国一家独大，最好是德国能够重新崛起。于是战后英国减免了德国许多赔款，帮助德国恢复经济，目的就是维护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均衡。二战时德国崛起，英国再次对德国宣战，尽管希特勒表示英国仍然是世界强国，还可以继续保留非洲的殖民地，但是英国不能容忍德国独霸欧洲大陆啊。究其原因，还是离岸制衡原则。从上面英国几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，英国他打归打，打完之后他往往是最善待战败方的，因为他知道要是彻底弄死了老大，后面的老二就会重新变成老大，他还得再打一次。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几乎势均力敌的老大和老二，所以将英国称为欧洲的搅屎棍还是比较贴切的。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，认为英国不应该是欧洲的搅屎棍，而应该是全世界的搅屎棍。如果没有英国，欧洲早就统一了。如果没有英国，当今世界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纷，有那么多的战争。什么？您不信？来，我跟你说说。第一个，麦克马洪线，就是英国人为了英属印度能够占尽喜马拉雅以南的所有地方，不顾历史强行根据地理把藏南和西藏隔开，结果就恶心中国到现在。阿根廷的马岛，英国通过移民和贿赂让马岛公投继续代表英国。英国和阿根廷战争开打后，吃了亏的英国对法国施压，弄到了飞鱼导弹的数据代码，并通过软实力宣传说马岛本来就是殖民时代英国夺来的，最后马岛战争却成了英国的反侵略战争，这实在是太搞笑了。在非洲你也可以发现，非洲很多国家的国界方方正正一条直线，
原因就是英国殖民时期为了方便划分势力范围，按照经线和纬线来分区统治，这种不顾当地民族组成和历史背景的行为，在英国拍屁股走人后酿成了恶果。非洲独立后，很多领土战争就都是英国留下的后遗症了。英国为了给中东和欧洲搞事儿，很早就在以色列身上开始布局了，因为英国人很早以前就答应犹太人可以在这儿建国。至于印巴冲突，大家都懂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在两德统一的时候，英国撒切尔夫人曾拉拢法国，反对合并事业。即使在苏联、美国、法国、意大利都同意的情况下，依然不依不饶，最后还是靠美国施压才同意的。以上都是英国玩的成功的案例，但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啊？最终英国人玩砸了。二战的时候，法国面对德国的入侵，直接举起了白旗投降了。这就使英国成了抵抗德国的最前线。德国太强大，英国被打得满目疮痍，而法国呢，虽然投降失了面子，却间接保存了有生力量。二战的最终结果是欧洲崛起了一个超级大国苏联，英国从此不再是一线强国，美国和苏联开始接连的给英国下套，最终导致英国丧失大量的殖民地。搅屎棍英国的事儿，咱今天就先聊到这儿。如果你有什么想了解的，可以给我留言。那下一次呢，咱们讲讲英国为什么要加入欧盟，又为什么要退出欧盟，背后的推手又是谁呢？喜欢我内容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加有趣的内容了。